这么准时啊？是啊。我之前忘了问了，你是近视吗？有一些远视。远视？那不是老花眼吗？啊，你带这么多人啊？他们一会儿帮我把东西送上去，马上下来。同事？家里人。你们好。姐夫好。哦，我堂妹。我叫石圆圆。你好。愣着干嘛？快让人家进去啊！快进来吧，请进，快进来吧。小陈，我们在楼下等你。这是周生辰，这是我父母，我小叔小沈。叔叔、阿姨、小叔、小沈。来，坐吧，坐，对，坐。我母亲因为身体原因不方便外出，但她也让我带了这些心意给到大家。哎呀，你看，太客气了吧？啊，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都是我母亲的心意。姐，这东西好好看，不像假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我提前准备了这个，希望你会喜欢。还有我的，谢谢姐夫。好好看。哎呦，我忘了给你倒茶了，我去弄茶。快去！哎，小陈啊，我听石姨说你是刚刚结束了西安的交流才回来。对，我刚回来没多久，最近就在镇江和上海2个地方往返。哦，那你来镇江，是来祭祖的吧？一是为了祭祖，2是为了招商会的事。哦，你研究的项目跟这个也有关系？这次的招商会，我们周家是主办方。对呀，这请柬上都印着周，没想到是你们家。是，太好啊，大好事儿！你看，这引资回来可是造福自己人的大好事啊！啊，哎呦，今天我得跟你好好聊聊。行了，你打住吧。人家今天专程来看大哥大嫂的，你的事儿回头再说。啊，对，今天正事不在这儿啊，不在这儿。但我真没想到啊，这个主办方和我是一家人。你看这个，对，一家人。来，喝茶，来，谢谢小叔。来。他们备了这么厚的礼，我觉得在家里吃是不是有点敷衍了？他喜欢什么口味的？我现在给他订。我们不在家吃，他妈妈想请我吃饭。哦，也是，你难得来镇江，去他们家看看，挺好的，是吧？嗯，那走。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没办法留在这吃午饭了。你看你都说了10几次不好意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人呢都是挺随意的，没事儿啊。石姨呢，好不容易来趟镇江，去看看你母亲也好。这样吧，以后你来上海，到我们家来吃饭，好吧？好，那你去吧。你等我一会儿，我换身正式点的衣服。起来一下。看来石姨挺中意的，哎，他俩感情不错呀。我看也不错。哎，你妈妈平时喜欢女孩穿什么？
穿什么都可以，不用太刻意。不能随便，第一次见面要尊重他。你为了见我爸妈都特意准备过了，难道让我敷衍你妈妈？昨晚我请人准备了中式的旗袍，都是我家里人平时喜欢穿的样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裁缝上来，他们就在下面。好。这次时间太仓促了，还来不及熨烫。那要是不急呢？3分缝7分烫，老人都讲究，尤其他妈妈特别在意这个。石英小姐，你看看这些首饰，你喜欢哪个？好了，旗袍烫好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得出去啊，我要换衣服。哦，不好意思啊。小陈，其实我也是做生意的，但是呢，这2年经济一直不太景气。天哪！这穿了旗袍就是不一样啊。是啊。石一小姐，要喝水吗？啊，不用了，我不渴。林叔，你不用这么客气。应该的。之前你来镇江工作，我以为林叔是给你配的临时司机。来，什么？打开看看吧。这不是小孩带的吗？这是我家里人一直准备的，他们让我送给我未来的妻子。里面还刻了我的生辰。周生辰的生辰，好绕口。哦，我也有一个，回头我让我妈找出来。不过我那个只能收藏，戴不了。石一小姐，就算你的摆饰只能戴，让一个快30岁的男人戴，似乎不妥当啊。我没有让他戴的意思，只是想交换做纪念。林叔在跟你开玩笑呢。我想开玩笑，他就没笑。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聊聊。好。你们家是做什么的？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起初呢是靠实业起家，现在以投资为主吧。我看你们招商的请柬上只写了一个周，为什么不是周生啊？我们家是这样的，
只有长子才姓周生，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姓周。也就是说，你们家只有你姓周生，你的弟弟都姓周？差不多吧。为什么是差不多啊？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你见到我家人你就知道了。好吧。那我们见了你母亲以后，会开始要住在一起吗？我觉得可以不用吧。我这么问不是说想要和你住在一起啊，我是没有订过婚，所以我也不确定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我觉得除了订婚之外，其他的事情可以都不用变，也不用打乱，就跟我做研究一样，你确定好一个研究方向，再进行实验，这样的话，既是一个比较合理，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好吧，研究方向。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一会儿你见我母亲，可能要做一点心理准备。她也许会对你的态度比较冷淡，不是你的原因啊，是我的原因。你们吵架了？算是吧。那有什么忌讳的吗？或者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有什么忌讳。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我的家庭资料？对。为什么？家里人想了解你吧，因为我们认识的比较特殊。难道还怕我是个坏人？不过那天叫住你，我确实自己也吓了一跳。石小姐您好，我叫林飞。你好，你身边的人都姓林啊？哈哈，他是我侄子。哦，难怪。他们在哪儿啊？哦，碧玉亭呢。我们进去啊。别看了，你看他俩，去吧。
你从小就住在这儿？住过几年，时间不长。慢点。母亲。这位小姐是？这位就是诗怡。阿姨你好。你好，施小姐。吃过午饭了吗？还没吃呢。这几日清明，也是寒食日，没有明火烧煮食物，就不留你吃午饭了。让我儿子带你在镇江挑个合适的地方好好招待你，好吗？好，谢谢阿姨。倒也不用出去吃，我让厨房准备些点心吧。午饭时间怎么可以让客人吃点心呢？你替妈妈好好招待她，抱歉了，施小姐。没关系，阿姨。你把客人送回去之后，晚上来跟妈妈说说话。我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今晚没时间，那就明天上午吧。林叔，你对这边比较熟悉，找一家合适的饭店吧。好。戒指的尺寸还合适吗？有点松，但不会掉下来。哦，怎么了？没什么，我大概知道你的尺寸了。下一次我订订婚戒指的时候，我就有数了。嗯。你喜欢什么样的？我没经验。难道我有经验？或者说，你有想象过吗？谁会想象这个？那我自己再了解了解。嗯。我以为我提前告诉你我母亲的态度，你能有个心理准备，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心情不好。没想到你妈妈排斥的那么厉害。
他很看重这件事情。从我成年开始，他就开始准备我结婚的事了。一个人准备了10几年的礼物，最后发现毫无用处，失落也是难免的。难怪。难怪什么？他看我的眼神，让我以为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不礼貌的事儿，让他失望。他以前跟你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好奇啊？一点点。如果能让你开心一点的话，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你看看。嗯。您说。这个里面，就是我母亲给我安排的所有见过面的女孩子的照片。这么多？你真的考虑清楚了？真的要看？为什么不看啊？难道里面有你前女友？觉得怎么样？还不错，这个和你挺配的啊。怎么不是这交往交往，万一合适呢？这个太久远了，我都忘了。还装？大哥，你们怎么也出来了？这几天家里不是冷盘就是冷盘，没食欲，出来打打牙祭。十一姐姐，你不介意吧？没事。这是我弟弟周生人。这些，大哥你不认识，我来吧。姐姐，这是你未来的兄嫂唐小福，那是你未来的堂妹周文芳。你们好。你好。不然我们找一个大的包间吧。十一姐姐，这次来你能多待2天吗？你要是在的话，我们也有理由出来吃好吃的。这次时间有点紧，下次吧。这2天睡觉总害怕。十一小姐，你要住老宅，你怕吗？还好吧。如果我是你啊，就仗着怀宝宝逃开那个鬼地方。我已经仗着怀宝宝没祭祖，再不住过去，怕被爸妈训了。好在4年1次，否则常州那个地方真会发疯。哦，对了，这次回来最后定在哪儿工作了？西安吗？还没定呢。要真在这儿，你们是不是要把房子给搬过来？十一的工作在上海，跟我去西安不方便。最后，可能我会2个地方来回跑。哦。分君想感情，千万抓住他，别让他去。夫妻要在同一个屋檐下才叫过日子。是啊，难道以后你们有了孩子，让十一一个人照顾？就算别人能帮忙带，爸爸也不能缺席。我们还没想那么远呢。哎呦，这热恋中的人啊，眼里见不到现实问题。大哥，你是男人，你要先想好。我知道。某人语气敷衍哦。我没敷衍，我已经在考虑了。你经常会来这里啊？不经常，不过我叔叔和我爸爸关系最好。哦，明白了。
明白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你什么时候离开镇江？后天。祭祖后我会离开半个月，等我回来，我就去你家谈订婚的细节。你妈妈的意见不需要考虑吗？在这件事上，只有一个女人的意见值得采纳，那就是你。哦。可我以后总要面对她的。会好的。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我工作起来之后，就很难保证可以随时接到电话，所以我想跟你约一个固定的时间，每天可以通通电话。每天？好啊，我可以。我一般是起床后、午饭前还有睡觉前，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空。好，那就这3个时间点。具体的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早上7点，中午11点，晚上11点半。好，早上7点，中午11点，晚上11点半。那我进去了。路上小心。这除了是纯金的，还有什么说法吗？看着也不像古董。没有吧？和我们小时候的一样。这比他妈妈送的礼物差多了。难道他们家是他妈妈掌管经济大权，他是个空壳子？你想的比我还多。金锁多朴实，我喜欢。你喜欢我送你啊？我有可多了。满月的时候亲戚来吃酒，送了我10几个，都在我爸妈卧室抽屉里，都给。你自己留着吧。你们家开招商会，你不发言让我发言，差点紧张死我了。这如果是我的专业，那没问题。但像这种商业领域的会议啊，我还是觉得你合适。刚刚你不是讲的挺好的吗？哎呦，谢谢大教授给机会啊。联系11了吗？联系了，早上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早安。然后晚上再打一个电话，道晚安。还有中午11点的一个。怎么了？没什么，只要你未婚妻觉得没问题，我没什么发言权。没问题吧？他在电话里的情绪还不错，笑了2次。不错。来，小周专程为了送我们来一趟，真是有心了啊！这孩子规矩做得足，没有丝毫的浮躁和傲气，像是个搞科研的。哎，我问你啊，你们平时在一起不觉得无聊啊？不无聊啊。那每天准时3个电话，会不会很刻板啊？我反而觉得他对我很认真。哦，喜欢的怎么都行是吧？叔叔阿姨，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之后，我就先去家里正式的拜访你们。好，好，好。哎，
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啊。我们一直在上海，你随时可以来。嗯，好，那我们走了啊。好，一路平安。好，再见。那我走了，在后排也要记得系安全带了。知道了，拜拜。拜拜。车都走远了，还看呢？走吧，车在那边呢。我都回来1个小时了，你也不和我说话。你不是回来收拾东西、洗澡，刚忙活完吗？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嗯，说吧。我和周生辰在镇江见面了，猜到你们俩什么时候要见的。见面了，发展顺利啊。他约你，你约他，他约我。开窍，完全开窍。西安那会儿还榆木疙瘩呢。再见，是不是？接着说，约着干嘛？看电影？吃饭？不好说呀。该不会是跑了？没有，就说没那么快。周生辰这人吧，虽然我没见过几次，但看得出来是个保守人。他问我求婚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他跟我求婚了。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想结婚了呗。你答应了？万万没想到，我身边唯一一个闪婚的人是你。我自己也没想到，不过感觉还不错。看得出来，你现在满面春光。是。可是他不是在德国工作吗？那你们俩结婚之后要怎么办？准备两国分居啊？他早打算回来了，之前去西安就是为了筹备新实验室的事儿。前几天飞过去辞职，估计要交接几个月才能彻底回来。哦，信息量太大了，你让我消化一下。女儿知道，娘想以自己的命换我一命，但女儿无法逃。我不能让娘替我去死，更不能连累清河郡的上千族人。我自入王府，得师父教诲，得同门爱护，从未有过分毫回报。
今日师父蒙冤惨死，同门惨遭屠戮，仇人近在咫尺却不能杀，已是痛苦之极，绝无可能再与其成婚。今日女儿不孝，叩谢娘的养育之恩，请娘恩准我放弃姓氏，自族谱除名。自此，家族再无不孝，是以只是南城王府的事宜。谢谢。这部戏哭戏太多了。石老师，有位资深是您家属的，给全员都订了晚餐。哦，我不知道他们来了，既然到了，一起吃吧。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谢谢。哇，师姨啊，你这专门是请人做的吧？这一看都是堂食吃的吗？而且这一看就不是附近的餐厅，这附近能送过来的东西啊，我是倒背如流的。谢谢十一家属，谢谢十一家属，别客气，慢慢吃。沾光了，沾光了啊！来来来，师爷，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有男朋友？大家认识吗？圈外人。啊，光送东西不露面。对啊，追走了我们鼎鼎大名的石老师，不得上门给大家审核审核啊？他不在上海，出差了。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嗯，好。盒子我认出来了，还是上次那家，看来你喜欢。我不熟悉上海，知道的餐厅不多。上次看你吃那家吃得开心，猜他们做的菜应该合你的口味。Diesmal ist sehr dringend. Warum bleibst du nicht ein paar Tage mehr? Hast du zu Hause etwas vor? Mit meiner Verlobten. Hä? Verlobte? Wir glauben, dass du dich der Wissenschaft gewidmet hast.嗯。听说录音棚天天都有下午茶、晚餐、宵夜啊。这部戏哭戏太多了，费嗓子。我想休息1星期，缓缓。哦，是为了养嗓子呢，还是偷偷去约会啊？先说工作。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你休息，只有一个广告配音的工作，一个15秒版本，一个30秒版本，最多3个小时。嗯。你说40啊？我和你说过的那个人，真的是他啊！啊，什么时候带给我看看？
姐姐经验足，拉过来让我沈三轮，帮你验真心啊。他说不过你，带过来肯定要被你欺负。将军未上阵对垒，将军夫人先替他认输了。什么将军啊？人是研究员。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可没忘啊。起名字果然是个大学问，起到一个好名字，就能帮他认识未来老婆。替你高兴，事业、爱情双分手。事业。11老师，恭喜你获奖了。准确来说是提名，不过他们都说这次你十拿9稳了。那可不一定，今年好作品多。我打个电话。哎，谁的电话要提前上闹钟啊？喂，是我。今天几点开工的？下午1点。夜宵合不合胃口啊？那今天大约几点可以收工？已经结束了，算收工了吧？你今天中午怎么没有打电话呀？今天中午比较忙，没顾上。你感冒了？没事儿，昨天晚上有点着凉。吃药了吗？还没吃呢。那不说了，快去吃药。现在啊？是啊。现在身边没有药。你身边都没有常备的药吗？喂，师爷，我刚看见你了，还有你的化学教授。不过我看了不是特别清楚，帅不帅？我晚点再跟你说，晚安。哎，这么晚了还有工作？没有，美玲和我说晚安。林叔，总是见面还不知道您大名。周林。也姓周啊？林叔的侄子不是叫林飞吗？林飞叫周林飞。其实我们家资历比较深的管家都姓周，多少有一些远亲的关系。不过全家人如果都用周这个姓的话，可能会比较乱，所以我们习惯性叫名字里的字。
确实，人多这样好区分。你为什么要在车上还背着包？给我吧。上去吧。你要不要去我家里坐坐？会不会太晚了？我想给你泡杯驱寒的药，大概20分钟，最多半小时。但我从来没有单独的进过女孩子的家里。你不是说你喜欢吴哥的刺绣吗？怎么会这么无趣啊？有点。我想问你个问题。问吧。你说我们是你的一个研究方向，那如果研究方向错了呢？你有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什么概念性错误？研究方向本身没有对和错的分别，只有实验方法会出错。那如果实验方法错了呢？如果实验方法错了，可以换一个方法，但研究方向本身是不会变的。听起来挺有说服力的。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事实是不会变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换一种相处方式。科学技术不只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最好的语言。走吧。进来吧。这是我自己买的房子，小玉跟我合住，住那间。你先坐，我给你泡药。你在干什么？啊，没干什么，就觉得挺可爱的。小玉的。哦。春捂秋冻，春天不要这么着急，穿这么薄的衣服。这10天天气反复的厉害，很容易感冒的。我只是轻微的感冒，用不着喝药。这是驱寒的草药，如果是寒症，明天就能好转了。这么厉害？当然了。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找借口让你上来的吧？其实刚刚在楼下，我说的话并不是拒绝，我只是觉得订婚的事情我做得太唐突了，所以我想慢慢的相处。不过我还挺想上来的。
还不好意思了？求婚的时候说的波澜不惊，现在倒不好意思了。下次想上来，直接说。急着走啊？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回镇江，明天早上跟家人吃饭。连夜开车回去了，那你喝完这杯赶紧走。哦，我不是赶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走，回家还能睡2个小时，再晚一点就没得睡了。好吧。哦，不用。喝完好，不浪费。走吧，我送你。我这次提前回来，是因为你入选了奖项的提名。你知道的好快啊！我的经纪人刚告诉我。恭喜你。未必能获奖。所以你是回来看颁奖的？差不多吧，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准备订婚仪式。那我先回去了，颁奖那天我会过来的。好。拜拜。12层这个位置是洗手间，像取暖灯的光，应该是在洗澡。回来了，出去吃口东西。中药味道，你喝中药了？你不是从小就讨厌这个味道吗？我不想让他失望，一碗中药而已。一碗中药而已。小陈，其实我特想问问你们之间是……你想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等你自己说。在广州白云机场，他追上我，问我要的联系方式。能喜欢上你的人，果然是和你一样的怪人。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从来没想到会被这样的一个女生喜欢。25分钟，原来他洗澡需要25分钟。